大家好，我们这支影片呢，主要来讲解 Obsidian 里面有关于 Daily Notes， 也就是每日笔记的一些运用的必须具备的知识。同时为了加速我们操作每日笔记，因此我撰写了一些 AutoHotkey 的脚本。那透过这 AutoHotkey 的脚本呢，可以更快速的让我们来产生每日笔记需要的一些快速连结的一些字串。那以下呢，我们就开始来做这个说明。承袭了 Roam Research 的设计Obsidian 呢也内建了 Daily Notes 的一个功能，同时它把 Daily Notes 呢设定成了是可以自行开启或者是关闭的一个设定的选项。然后呢，有了这个功能以后，如果我们把Daily Notes 启用的话呢，我们在左边的侧栏里面呢，就可以找到Daily Notes 的这个按钮。那点下这个按钮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马上产生今天当天的本日笔记。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来启用这个 Daily Notes。好，它的启用的动作其实很简单，然后也就是从 Settings 里面，然后呢找到这个 Plugins。在 Plugins 里面呢，去把 Daily Notes 的这个选项呢，能够把它启用起来。像我们现在就已经是在启用状态了。然后启用起来以后呢，再往下拉在这个 Plugins 里面呢，你就可以找到这个 Daily Notes 这个选项。那我们其他有关于 Daily Notes 的设定呢，就要在这个选项里面呢来做选择跟输入。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这个 Date Format 这边呢，输入我们产生出来的每日笔记，它的这个笔记的档名那预设呢，会是这个 YYYY-MM-DD。假设说你没有在这边输入的话它预设就会是这个格式。那我建议大家我们可以在后面再加上一个底线 D 小写的 DDD。那小写的 DDD 呢，就是每个星期几的这个英文的缩写。比如说星期六呢，它就是 Saturday 嘛，就是开头的 SAT。那有了这个星期几的这个缩写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去多一些联想，就是这个日期当天是礼拜几，然后可能有一些我们每个礼拜会有一些例行性的活动呢，就可以很快可以去有一个联想。比如说，如果是星期一的话呢，可能需要开会，或者是星期四的话呢，也可能有专案的会议之类的所以多了这个底线小写的 DDD 呢，就会有这个星期能够多加一些记忆的一些功能。那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格式你可以点击这个 Format Reference 呢，到它的这个网页里面呢去看因此它这个每日笔记的档名的格式呢，是我们可以自己去设定的。同时你可以在你的保管箱的资料夹里面自己产生一个独立的子目录然后把每日笔记呢就通通集中到这个你设定的这个资料夹里面像我这边设定的资料夹是这个 Daily 然后在这个 Daily 这个资料夹里面呢，我们就可以自己去设定一个文字档那它的副档名当然就是要是.md 了那前面这个档名呢就随便你定到时候我们在这边设定了它这个样板的档名以后呢，我们每一次产生新的每日笔记的时候呢，它就会从这个 template.md 呢拷贝它的内容，然后变成你是当天的这个笔记。也就是说，它会把 template.md 呢拷贝成我们这边指定的格式，然后呢帮我们产生出来。因此，我们就每一天我们经常要使用的格式呢，就不用用拷贝的方法去做拷贝跟贴上这个动作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每日笔记的设定。当然我们这些设定都设定好以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来使用这个每日笔记的功能了。每日笔记它到底能够达到什么功能呢？我在这边汇总了一些可能可以常用的一些每日笔记的用法比如说每天一到公司以后呢，你就会有一个 checklist 来检查你每一天上班的时候要做的一些检查的事项。那你就可以用
勾选的这个 checkbox 的方法呢，列成这个待办的清单哦，或者是我们今天准备要完成的任务，那你也可以把它做成是 checkbox 的格式哦。还有呢，我今天工作的一些记录，我今天的一些健康的记录哈，比如说我今天喝了多少水，那早餐是几点吃的，午餐是几点吃的，晚餐是几点吃的，大概吃了什么东西，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记录，或者是说你有做了多少的步行哈等等。还有呢，我们工作效率的记录，比如说你在几点到几点的时候有专心工作了多少分钟，那这样子可以透过这个每一天的回顾哈，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到底工作的一个效率的状况哈，那就可以有一个改善的一个基础。那这个每日笔记的功用太多了所以我这边也列举不完。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可以自由发挥，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呢，来建立自己个人的每日笔记。那就可以把它建成是我们的刚刚讲过的这个样板每一天都产生固定的样板出来。那你可以持续去改善这个样板，让每日笔记记录的内容呢，能够更加的符合你自己个人的需要。好，我们已经设定好以后我们就来试一下怎么来产生每日笔记我们到左边的侧边栏里面点击的这个每日笔记的这个按钮，它就会帮我们产生一个今天的日期的一个笔记出来比如说我们今天2020减号07减号04底线 SAT 因为我们的格式有把星期几加进来，那它就会根据我们 template 里面的内容帮我们产生出今天的笔记那我的这个 template 呢，在这个地方那就其实就跟刚刚我们这个刚刚产生出来的今天的这个笔记的内容会是一样。那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每天的记录那这个是一个范例了好，那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可能会希望说，我在这个每日笔记里面呢，我可能加上一个每日所有汇总的一个笔记，来追踪每一天的笔记这样我就不用说我也可以到那个汇总的档案里面去做这个搜寻好，比如说我们再新增一个比如说我这个名称把它叫做daily 减号 all。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每日笔记的一个索引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我要打进今天的日期所以我就可以打2个中括号，然后呢找到我们的 daily， 好，然后就找到我们这一天，好，这样子我就可以新增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内部连结，然后呢，我们其实就可以按下 Ctrl Shift 跟 Click 呢，就可以直接切换到这一天的笔记里面来了那我们后面就是再来介绍使用 AutoHotkey 来加快输入这个日期的这个格式让我们的整个输入的效率呢能够快速的提升。我这边写的 AutoHotkey 的脚本呢，做了几个热字串，然后有一个热键那热字串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D0 会产生今天的日期的连结那如果 D+1 呢就是明天， D+2 呢就是后天。那假如说你有需要 D+3 的话就是可以自己再去改这个点 AHK 的档案再陆续去增加我的 AHK 的脚本档呢有放在这个 GitHub 的这个网页里面各位可以直接到 GitHub 里面直接去做下载。然后另外 D-1 呢就是这边写错了，D-1 就是昨天的日期，那 D-2 呢就是前天的日期就是有这几个热字串，然后也加了一个 Ctrl Q 这个按键Ctrl Q 按了以后呢，就会出现日期选择的对话窗，然后我们就选好一天，按 OK， 它就会自动会产生日期的连结好，我们比如说我们来试一下到我们这个 Daily All 里面来假设我有要抓今天的同样这个日期的话呢，我就输入 D0， 好，它马上就抓出我今天的日期然后呢，我再输入 D+1， 好，就是明天的日期，然后 D-1， 就是昨天的日期，然后呢，我们再按下 Ctrl Q， 它就会出现一个日期然后呢，我就去选择某一天，比如说我这个7月20
这样 OK， 它就会出现7月20星期一。为了方便朋友们使用这个 AutoHotkey 的脚本呢，我到时候在说明栏呢也会放上执行档的下载的路径哦，你也可以直接用执行档的方法哦，你也就不用去安装这个 AutoHotkey 了哦。好，那最后呢，我的文件里面哈，到时候我的解说文章的里面呢会附上一些样板的范例哈，那这个都是从Obsidian 的论坛呢，或是 Roam Research 的用户的一些分享，我把它汇总起来的一些等于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范例啦。那从这边各位就可以去参考它里面的一些用法，然后呢，从而再来建立自己的每日笔记的一个样板。好，那今天主要呢就是把Obsidian 的每日笔记呢做了一个小小的汇总。那希望对刚开始在使用 Obsidian 的朋友们呢能够有帮助。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